要问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各位，今天的天气好吗？你们有没有看到天上的白云？很多人都没有看到今天的白云。好，所以白云有没有存在？如果你没有看到白云，那么你很可能也没有看到很多重要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你的父母亲头发慢慢变白了，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到你小孩子突然间就长大了。所以看到白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眼前的东西都可以没有看到的话，那我们心里面是不是非常的忙乱？各位，我们都很努力的想要抓住生命，很努力的想要在这个社会做很多很好的事情。所以各位，我来告诉你我的抓住生命。好，我很努力的工作，白天一整天在医院陪伴病人，然后跟家属谈话，然后这个晚上很累了回家，对不对？好，所以回家的时候吃完饭都做什么事情？吃完饭当然要洗碗，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想说啊，今天赶快把碗洗完，然后呢，这么累要泡个一壶上好的茶来犒赏自己。所以呢，我在洗碗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在想什么事情？想泡茶，对不对？好，所以碗有没有洗得很干净？不是很确定，所以洗碗就去怎么样？去泡茶了，终于泡好了茶呢，到要喝的时候呢，哇，想到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案子，研究案还没有进行，我赶快要打电话跟同事怎么样讨论，对不对？结果各位，茶不知不觉搞不好自己喝掉，不知道，还问我太太说你干嘛把我的茶喝掉？结果是我自己喝掉的。所以各位，我在喝茶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事？想一个研究案，对不对？好，当我打电话去跟我的同事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呢，讲到一半，突然看到哇，晚上已经9点半了，孩子的联络簿我忘了签，结果前几天被我太太骂得很惨，所以要赶快去签联络簿。结果电话那一头就传来什么声音？很不高兴的声音，对不对？14名啊，我在讲话，你有在听我讲话？各位，我在讲话的时候，我的心又在想什么事情？想联络簿，对不对？好，各位，这是你熟悉的生活吗？那生命空转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当你真的有生命的时候，你并没有去怎么样全然的活它，而是活在一个什么？一个虚构的一个东西里面。好，那我们会给我们自己一些很美丽的这个理由，不要活在当下。各位，当我晚上9点应该要睡觉的时候，我在想计划案的时候，各位14名是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是吗？不错，是很认真。好，所以我们就给自己很多很多的什么借口跟理由，让我们的心怎么样，可以去忙很多的东西。其实呢，我们很害怕跟自己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心相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正念。这个在这几年来，已经在台湾非常非常多人了解到这个重要的方法。那什么叫做正念呢？大家看到这2个字会想到什么？正向，对不对？要想的正面一点，要想的积极一点。那各位，这刚刚好是一个错误的答案。所以正念呢，并不是正向，并不是积极。我们来看一下正念是什么意思。正念呢，在一行禅师的定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种什么？觉察。所以当你吸气的时候，你觉察到自己正在什么？吸气。你吐气的时候，你觉察到自己正在吐气。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当下呢，你都可以觉察到此时此刻的一个能力。那么呢，在正念的这个最开始的发展人，就是这位卡巴金博士呢。那么他在正念的定义里面，他也讲得非常的好，很多人就用了这个定义。正念就是怎么样，刻意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当下，对于一刻接着一刻迎面而来的经验呢，不要给予怎么样自己的评价。那我们的评价呢，就来自于很多我们的惯性。我们介绍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课程，就叫做正念减压。那它的英文呢，就是以正念为基础的这个减压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它是这个卡巴金在1979年的时候发展出来的。那他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呢，觉得人生还蛮虚无的，
所以呢，他就在念这个分子生物学的这个博士的时候呢，他就去学了这个跟一位韩国的禅师就学了这个很多禅修的一些内容。那后来呢，他到这个马州大学医学中心去做研究的时候，他看到很多慢性疼痛的病人没有办法得到西方的这个医疗的帮助，很多慢性的疼痛，可能疼痛5年、10年，每天呢都有3分、5分、6分的痛，那是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状况里面。那么他就把这些病人找来，那透过他所学到的这个在佛教里面学到一些禅修的一些方法呢，还有一些瑜伽，结合他的瑜伽，然后来告诉他们说，这个怎么样可以调节你的身心。所以他在1979年创了这样一个课程之后呢，到现在到1995年成立了这个正念的中心。那在美国就成为主流的医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在目前呢，有超过200家的医疗院所呢，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不同的病人。那么这样的一个8周的课程里面呢，它主要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去觉察你的一个身心的反应，对于外在的现况呢，能够采取一个接纳的态度来回应外界的挑战。各位知道吗？他的第一个练习是做什么事情呢？有没有看到这本书上面写的？从一个葡萄干开始。我们也带大家吃葡萄干，可是花7分钟的时间去吃一颗葡萄干。每一个动作，从你的什么触觉、嗅觉、味觉，每一个跟你的感官接触的这个知觉呢，都是怎么样念念分明。所以从这样一个练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课程它非常的平民化，能够让你在生活里面就使用。所以我们在教大家课程的时候，正念的洗手啊，正念的淋浴啊，正念的走路啊，在行住坐卧之间，用一个正念的态度，活在当下。这个时候呢，还有很多的方法教大家之后，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子在运作。所以这样的一个课程呢，就帮助了非常非常多不同有不同问题的病人，包括这边列的有焦虑、头痛、失眠，各种各样的病人，那就在不同的这个课程里面，就是发展出来。那正念的练习呢，它最重要是要训练各位2种能力，一种叫做什么？专注力，一种叫做什么？觉察力。所以当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什么？呼吸，对不对？可这个时候呢，你一定会想说，等一下，刚刚晚餐吃的好不好吃，对不对？等一下下课之后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你的注意力就会怎么样？跑走。这个时候呢，你再温柔的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什么？呼吸。不久又跑走，又拉回到呼吸。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几个态度，包括这边写的，不要去论断，突破你原来的惯性，对自己的变化产生一个耐心，对每一件事情都像一个什么小朋友一样，初学者的心。现在告诉大家，可能对大家是一个新的讯息。当你刚刚做那个正念的呼吸练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悄悄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大脑里面的神经回路也受到了改变。所以在美国，他们已经用很多年，用这个先进的仪器来监测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反应。他们发现，做这样的正念练习之后，你的情绪的回路会受到调整。所以各位不要想说坐在那边练习，好好的吃一口饭，好好的走一步路，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其实你要知道，你的大脑的回路正受到改变，而这样的也会导致你行为的改变。所以呢，我们把这样一个方法，把它用在医疗里面的时候，那么在我的工作上，我陪伴很多的癌症病人，那这个时候这个方法就变得非常的管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里面都要面对很多你很不确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个地震会不会来，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台风再来的时候，这个山坡上会不会倒下来？有很多不可避免的事情，有很多你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而这一些不可避免的事情，你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当它产生了，那你的心要怎么样去应付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癌症病人里面，当他们有一些不舒服的身体的感觉，像这个病人，他正做治疗，他是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妈妈，有2个孩子。那他治疗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呢就晚上半夜3点的时候呢，睡觉睡到一半就骨头很酸痛，
这骨头很酸痛呢，就让他想到什么？哦，之前治疗这1、2年好像都没有效，这个时候他心情就非常的沮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心里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小小的漩涡。这个漩涡呢，又会让他觉得心里面很沮丧呢，他把注意力又聚焦在哪里？他的不舒服，本来是酸痛就变成什么？明显的这个刺痛，结果呢，他就想到说啊，会不会这样一直在下去？结果他心里就很害怕，很害怕的时候呢，他又想到说啊，这个感受到这个地方就更加疼痛，就想说我会不会以后是个废物？结果他就变得很绝望。所以各位，这样一个漩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常常会产生？每一个人因为不同的这个状况，你常常会在这个漩涡里面怎么样？一直绕，一直绕，就绕不出来。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病人呢会担心他们的癌症会不会复发。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不想要的想法，各位不一定要指癌症病人，对于你一个不想要的想法，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呢？对于你恐惧的事情，你要怎么面对它？那我们归纳出来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逃避，现在暂时不要想，所以就是转移注意力，去看电视或做别的事情。第二种方法呢，对于你不可避免的不害怕跟这个不好的想法呢，去对抗它。所以呢，我就尽量的想着什么，积极一点啊，想开一点啊，那你现在50岁得癌症，人家30岁就得癌症啊，看能不能想开一点，好像可以去对抗这个想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证明我的想法是错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癌症病人，他治疗结束了，医生说：“哦，你都好了，恭喜你哦，可以回去了。”他担心他的复发，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就一直抓着医生说什么：“可不可以再多一点检查？可不可以再多一点检查？”就证明他的想法是什么错的。各位，这3种方法好不好？大家都蛮有感觉的哈。这3种方法是我们不希望的方法。所以呢，我们提出一个叫做正念这个方法。正念这个方法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担忧、我们的害怕，我们采取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态度，去接纳，如实的看到我们心里的状态，不要再去论断它，让你的这个小漩涡不要一直旋转下去，变成大的漩涡。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现在很多不必要的坚持，那我们对自己的改变有耐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教病人呢，这样的一个训练。当他的这个担忧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请他的专注力就回到正念的呼吸，然后呢，他又跑到担忧的想法，再回到正念的呼吸，跑到担忧的想法，又回到正念的呼吸。那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他就不断的去训练他的什么专注力跟觉察力，来来回回不断的练习之后呢，中间有一个空间，慢慢会被打开了。那这个空间呢，就是超脱于我们习惯的一个智慧的空间。慢慢的，病人呢就可以感受到呢，他有另外一个这个可能性存在。所以呢，呼吸的觉察练习呢，是我们教病人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练习。这个之外，我们也教他们把正念融在生活里面。正念的走路，也教他们用观身体的方式，觉察到每个身体不同部分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练习，当病人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参加了8周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里面的苦恼减低了，担忧也减低了，本来一直盘绕在头脑里面的那些想法，慢慢就可以不见了。然后呢，他可以不要一直奋战下去，因为你很不接纳自己的病，所以每天奋战，其实过得怎么样，还蛮紧张的。然后呢，常常想到就赶快逃避。现在可以接纳他的担忧。有一个病人呢，他已经呢治疗结束后7年了，他来报名我们的团体。各位，病人超过5年，相对上已经是还不错了，对不对？可7年还来参加我们的团体，因为他说呢，他的病友呢9年之后又复发，所以他7年好像还不是很安全，而且他的这个肩膀后面常常就很痛。那很痛的时候呢，他就是赶快拿药啊擦啊，然后就是赶快做一些伸展啊，就很担心。去运动的时候呢，也是带着很这个不安的心在运动。那当他来参加我们团体的时候呢，我们也一样就教他呼吸的方式，透过一个态度的改变，去接纳这个疼痛。所以当他这个痛的时候呢，本来赶快把东西丢掉，然后赶快去擦药，现在他就可以先用呼吸的方式，知道自己正在吸气，知道自己正在吐气。担忧的想法跑出来了，不要去抵抗它跑出来，也不要去跟随它，
如实的知道它的存在。再去感受一下他现在肩膀的感觉，怎么本来很大块的痛，变成小小块的痛，然后再变成几个部位的痛，然后他再对着那个部位呼吸之后怎么样？发现好像也没什么。所以当他用一个新的态度去面对他的疼痛的时候，他发现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照他原先的惯性，他又跑到那个小圈圈去了，对不对？结果他把注意力放在这边的疼痛，结果就变得更痛。这是这个病人的例子。那么另外一个病人呢，也是他说癌症我不是很怕，反正他是可以被控制的。但是呢，他的医生跟他讲说，我的这个眼睛有一些视网膜的问题，他说有可能有一天你会看不见这样。所以他说看不见比癌症对我来讲还要恐怖，所以他就觉得很恐惧。有一个深层的恐惧在这边，然后呢，他就回家也是一样做练习。在练习的时候呢，知道自己正在吸气，知道自己正在吐气。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慢慢可以感受到一个内在的力量。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感受到那个恐惧又跑出来。那原来恐惧跑出来，我们都怎么做？赶快把它压住，对不对？不要让它跑出来。或者是转移注意力，或者是想积极一点，我不会失明的，我做很多好事，我都去当志工，我都一定会被保佑，对不对？可是这样也没有效，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来面对它。所以当他吸气吐气的时候，他去真正的去面对他内心的那个恐惧的时候，他就很感动。他发现这个恐惧呢，好像是一个小 baby， 很久没有人关心他，所以他透过吸气跟吐气，好像是一个妈妈，就安慰着心里面那个很久以来都没有人理他那个恐惧的小 baby。所以他一边做就一边哭，一边哭，全程都在哭。所以这个做完这个练习之后呢，他慢慢就觉得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还有一个病人的例子呢，就是他在做呼吸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回到呼吸吗？又跑走，又回到呼吸。所以我们每一次就告诉病人说，你要温柔的把注意力回到呼吸。可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精进，对不对？很认真，回不来呼吸的时候会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糟，都不能够照老师的方式去做。他做了4个礼拜，还没有办法，这个好像心还不能定下来，所以他就硬是把自己要怎么样拉回到这个呼吸，那就拼命的就责怪自己。可是呢，他又回到呼吸，又在专注的时候呢，他突然感觉到他好像有点眼睛往下看的感觉了。他发现有一个自己，就是他永远达不到自己的标准。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些超过他能力可以达到的事情，而呼吸这个动作让他看到了这个好可怜的我，一直被那个大大的我怎么样鞭策，还不快一点，还不认真一点，还不努力一点，还不更完美一点。当他看到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是那么的缺乏关怀的时候，他很震撼。所以他说，他可以在这个练习里面去拥抱这个不完美的自己，所以也非常的感动。在这个练习里面，很多这个很深度的东西慢慢被发现了。也有病人报告说，他煮八宝粥的时候，各位有没有煮过八宝粥？豆子是不是有很多颜色？所以当他把豆子放到水里面的时候，感受到什么？豆子的颜色。手去碰到水呢，感受到水的什么？温度，把它专注的拿起来，哇，那种感觉以前从来都没有过。那他去煮那个豆子的时候呢，很专注的去煮那个豆子，闻到那个电锅传出来的香味。然后他把那个八宝的那个拿起来吃的时候，他说都不用加糖哦，这样吃哇，好好吃哦！第一次吃到这个没有加调味料的这个豆子，竟然是这么的享受，这么的愉快。这样的报告实在太多了，很多人呢做了练习之后，开始闻到我们家阳台的花怎么那么香开始看到他平常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回到当下的一个练习跟一个训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平凡中的不平凡。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边提到的就是这是我上班的地方。好，第一张图就是这个要走去地下道，第二张就是从地下道上来，然后第三张就赶快赶进去医院，准备要打卡。所以从捷运站走到医院呢，打卡呢要几分钟？5分钟到6分钟。所以捷运都要算好，一定要在7分钟之前离开捷运，然后走到那边打卡之后，还有30秒到1分钟的时间可以喘口气。那如果人比较多，走得比较慢，搞不好就会迟到，对不对？各位，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充满了这样的什么紧凑，对不对？一天过一天。好，那我学正念了之后呢，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就心有所感，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细雨缓缓落，下雨，脚步怎么样？走得很快，打卡。那你有没有要赶去市场买菜，再去接孩子，然后再去银行办事情，然后再买便当，然后再回家给这个爸爸妈妈吃，然后再做下一件事？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也都充满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细雨缓缓落，脚步匆匆过。最后2句很有意思哦：静心听雨声，挥手望青春。很有感触的这个打油诗我就取了一个这个它的标题叫做什么？太晚学正念我就被我太太纠正她说你教病人呢练习呢不应该这么悲观所以她就帮我改了一个题目，叫做什么呢？赶快学正念这就是我要报告这个题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最近在帮护理师上课，有一个年轻的护理师30岁。我问他说：“你想活到几岁啊？”我活到80岁好了。30岁到80岁还有几年的时间？50年。那你一天有多少的时间正念啊？专注在你正在做的事情啊？他说好像都没有。勉强想一下多久？2个小时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50年，2个小时是不是1/12天？对不对？好，各位。他还剩下多少时间？你看，30岁到50岁看起来很长吧，还有50年可以活。可是你真正算下来，如果你一天有2个小时专注在你很正念的专注，你专注的正念的生命的时间也只不过多少年啊？4点多年。如果你一天只有1个小时正念呢？即便你还有50年，大部分都在空转，大部分都没有活在当下，大部分都没有看到白云。大部分都没有好好的跟你旁边的亲人好好的讲一句话，而这个时间可能只剩下1年多。如果你一天只有1个小时做这个事情，所以各位我是14名，生命很短，不要空转，用正念疼惜自己。祝福大家，谢谢。